今天我们回顾一部由恐怖故事大师史蒂芬金同名原著改编的电影，剧情让人毛骨悚然，请谨慎观看。男主角麦克是位惊悚小说作家，他经常携带仪器前往各种鬼屋探索，用这些经历作为小说素材，这种方式效果很好。他的恐怖小说受到大众追捧，许多粉丝都相信书中真实的描写是麦克的亲身经历，但实际上麦克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。随着麦克小说热度越来越高，这让他倍感困扰，因为那些普通的凶宅早就不能满足他寻找灵感的需求了。某一天，麦克像平时一样翻看着粉丝们寄来的留言，突然一张印有海豚酒店的明信片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上面写着别住1408号房。这一激将法成功勾起了他的好奇心，麦克马上联系了那家酒店，打算预订1408号房，但是得到的回复却是那个房间不对任何客人开放。麦克的好奇心此时更加强烈。第二天晚上，他直达海豚酒店，可是当他坚决要住进1408号房时，前台并没同意，反而请了他们的负责人处理。经理表示1408号房已被封闭，不对外开放，愿意免费给麦克升级到顶楼豪华套间。可麦克认为是酒店的营销套路，硬是要坚持原计划。经理将麦克带到自己的办公室，神情严肃，开始劝说引导麦克别住那个房间，因为他不想料理麦克的后事。麦克认为经理是危言耸听，并没有采纳经理的建议。接着经理从抽屉掏出一本厚厚的档案，允许麦克翻阅查看，里面记录了因1408号房而死亡的56人，最早的记录甚至是1912年酒店开业第一周发生的。档案的每一页都记录着让人不寒而栗的场面。经理继续补充，这些全部属于非正常死亡，连媒体都不敢公开案件详情，没人能在那房间待超过1小时。经理又一次恳请麦克换个房间，但麦克倔得跟牛似的。作为新时代唯物主义者，他发觉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创作灵感，于是直截了当地告诉经理，非住这个房间不可，要是不行，麦克就去投诉他们。经理见他这么执着，也只好同意了，然后拿出了被封存很久的钥匙。当他把麦克带到14楼后，经理没有出电梯，他还是想劝麦克别进去，但麦克只是说了句 See you tomorrow。 在前往1408号房间的途中，麦克依然查阅着发生在房间里的种种离奇案件，但奇怪的是，他明明一直在向前走，却重新回到了电梯旁，仿佛在暗示麦克这是最后一次离开的机会。麦克站在门口仔细打量了一番，接着用那柄古老的钥匙打开了房门。他缓慢进入房间，察觉到房间内布局很平常，没有丝毫凶宅的迹象。门一关，麦克开始记录下自己看到的一切。他先摇了摇浴室的帘子，又随手扯下一截卫生纸，但也没发现什么异常。房间看着就是普通的样子。麦克打开窗户，注视着马路上疾驰而过的汽车。就在这时，屋里的音乐忽然大声响起，麦克被这意外的声音吓了一跳。他回头一看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床头柜上的音响突然打开了。同时麦克仔细地留意到床上好像多了点什么。麦克定了定神，走过去一看，居然是2块巧克力。可是他记得刚才这儿什么也没有啊。麦克想了想，认为肯定是有人进过这间屋子，故意在整蛊自己。他赶紧打开衣柜一探究竟，里面空无一人。再摇一摇浴帘，依旧没人。突然他回头发现卫生纸竟然换成了全新的一卷。这下麦克更加确信真有人来过这里。他拿起录音设备开始分析，这个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完这些事，肯定还藏在屋里。他立刻冲向客厅，但客厅里还是一个人都没有。麦克又检查了旁边的柜子，还是空空如也。这会儿麦克真的是一头雾水了。就在他手足无措时，忽然觉得屋子里变得异常炎热。他来到温度控制器前查看，似乎是电路故障。麦克赶紧给前台打了电话，希望他们能派人来修理一下。前台的工作人员也立刻答应了。麦克趁着这段时间拿起了仪器继续记录，自我安慰道，这世上哪有什么鬼魂吗？然后他把房间的灯关掉，开始用紫外线灯仔细探查，这才发现房间里满是血迹，每个人都死状不一。等到麦克再次打开灯光，四周又都变回了原样。然而他转头一看，墙上的画竟不知在何时歪了，这真的有点令人毛骨悚然。不过麦克还是不信这些，他走过去把画挂正了。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，麦克走去一看，原来是来修温控器的维修工人，但人家只是站在门口不肯进来，只能远远地指导麦克怎么修理。幸亏问题不大，麦克很快就搞定了。
他正准备道谢时，却发现那位维修工人早逃之夭夭了。接下来，麦克想在床上躺会儿，缓解下紧绷的神经，可是不料接二连三被那玩意儿吓了一跳。麦克一边痛骂，一边准备关掉它，但是收音机上的数字却突然开始乱跳，还开始了1个小时的倒数计时。这种怪异的情况让麦克想到了经理的话，没人能在这房间待满1个小时。麦克抓起录音器，打算记录下这个让人紧张的场景，却发觉自己耳边一片死寂。他把头探出窗外，想捕捉外界的响动，可是耳畔还是只有一片死寂。正当他扭头的一瞬间，窗户突然狠狠砸下，直接压在麦克的手上。他急忙冲向浴室，想用水冲洗伤口，谁知水龙头喷出的竟是烫人的开水。麦克痛得大叫起来。看起来倒计时一开始，整个房间就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状态。麦克连忙抓起电话，打算联系酒店前台，但电话那头自顾自的介绍起披萨的外送服务，仿佛身处2个世界，完全不理会麦克的话，这让麦克难以忍受。他决心立刻离开这个地方，可是房门怎么也打不开，折断了的钥匙也消失在锁孔里。麦克越发慌张，不停地敲打着门，却毫无效果。无奈之下，他又回到窗边，希望能向外求救，但不论他怎么呼救，都没人理会。就在这时，他忽然在对面楼的窗户后发现了人影，他拼命挥手喊叫，希望能引起注意。对面的人似乎有所察觉，麦克以为救星来了，希望对方能帮他报警。可是下一刻，对面的人居然开始模仿麦克的动作。一脸困惑的麦克赶紧拿起台灯，照亮自己的脸。不可思议的是，对面窗户上的人影竟然是自己。麦克睁大了眼睛，简直不敢置信。忽然对面窗户人影后出现了一个人，他下意识回头，只见那人手持武器朝着麦克挥舞。麦克被吓得蜷缩在角落。当麦克回过神，再次打量四周，一切又恢复如初。麦克抓起台灯丢出窗外，希望引起路过行人的注意，结果那台灯仿佛魔术一般在空中消失了。这下麦克彻底丧失了冷静，认为自己出现幻觉了，并手忙脚乱地拿起录音设备，认为这是场阴谋，有人要害自己。他面前的电视突然自己打开，里面是他女儿和老婆的视频。麦克曾有一个温暖的家，但女儿病逝后，他跟妻子的感情也出现裂痕，昔日痛苦的记忆再度涌现。女儿的离世是他心里永远的痛。麦克沉浸在悲伤中，电视又突然关了，旁边的空气中仿佛有东西在闪烁，是这房间里曾经死去人的幽魂，他们不断上演着跳楼的一幕。接着麦克听到墙壁里传来孩子的哭泣声，他记得隔壁刚搬来一对母子，他急忙敲打墙壁，想寻求帮助，但是紧接而来的是歇斯底里的尖叫。麦克捂着头，无处可逃，他抡起椅子猛地砸向墙壁，紧张的气氛也随之停止。然而卫生间又响起了动静，居然是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。麦克想要跟父亲聊聊天，可是父亲完全不认得他。等麦克起身之后，房间依旧是空无一人，一切都像是噩梦一场。麦克的脑袋也开始打结，他想不起今天星期几，也模糊了自己的初衷是什么。他此刻只想快点逃出这个地方，他便去翻看了整个旅馆的平面图。通过简单的测量，他打算从窗户爬到隔壁房间，也许能有一线希望。他便忐忑地从窗户爬出，身体紧靠墙面，顺着台阶一步步往隔壁房间挪动。然而走了许久，隔壁的窗户还没有出现。等麦克抬起头，却惊恐地发现面前只有无边无际的墙，整栋建筑就他这个房间有窗户。麦克必须开始折返。当他回到自己房间时，才发现地图上只剩下了1408一个房间。他透过门上的猫眼往外瞧，只见一堵墙，就连刚刚返回的窗户都被封死。麦克彻底绝望，他再次打开录音机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里面竟然传来他自己的声音，好像在诉说着即将发生的诡异事件。麦克再次崩溃，他急忙穿上衣服，掏出手机想求救，但这儿能有什么信号呢？麦克打开笔记本，出乎意料他居然能连接上微弱的网络。他赶紧联系上了前妻，向他求救。但令人奇怪的是，整间屋子的消防系统莫名其妙的激活，紧接着喷溅而出的水花中断了麦克求救的机会。他顿时深感自己无能为力，恼羞成怒的麦克用力敲打着消防装置，万幸他停止了喷水。此时连最不迷信的麦克也不由得掏出了圣经，希望能有所慰藉。他翻开书本，书中竟无一行文字。一瞬之间，房间的气温急剧下降，麦克冷得瑟瑟发抖，甚至点燃那本日记来取暖。他的意识开始变得朦胧。就在他放弃挣扎迎接宿命之时，
一旁的笔记本电脑又传来了妻子的声音，他赶紧爬过去。妻子告诉他，自己已经报了警，警察此刻就在1408号房，但这里依旧空无一人。麦克彻底绝望，妻子不断追问他到底在哪，麦克却说自己可能快不行了。妻子完全不清楚发生了什么，只说自己打算过来酒店看看。麦克想立刻阻止他，然而笔记本上的另一个他却突然出现，催促女人赶紧来1408，说有许多事情要告诉他。麦克深知房间的诡异，他极力阻拦却毫无作用。通话结束后，屏幕里的他还对麦克眨了下眼。就在这时，整个房间开始晃动，闪电雷鸣声中，麦克听到墙上油画中大船散发出令人不安尖叫声。他急忙抓起棍子想阻止这一切，但下一秒巨浪汹涌而出，整个房间瞬间被淹没。麦克挣扎着沉入了水底。当他恢复意识，发觉自己正平躺在温暖的沙滩上，他脑海中一片雾水。不少路人跑来关切地问他出了什么事情，难道之前的一切都只是梦境？他还没来得及深思，便眩晕了过去。再次睁开眼，他惊讶地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妻子也在一旁守候。麦克告诉了妻子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，但妻子认为麦克还没有清醒过来，随即便告诉麦克，是因为冲浪时被滑板撞到了头。麦克此时彻底搞不清楚什么是真实，什么是幻觉，他对此感到困惑不已。但他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轨。他重新调查了1408号房间的资料，却发现里面的信息跟他的经历毫无瓜葛。看来之前的确是一场幻觉。好在这一系列的幻觉给了麦克不少创作灵感，他决定把这些经历写成小说，相信出版后肯定会再掀热潮。接着他去了养老院看望了患有痴呆症的父亲。通过谈话，他的父亲似乎回忆起他。麦克对自己先前的所作所为感到内疚。自从失去女儿后，他已经很久没来看望过父亲了，但他相信以后会有时间弥补这一切。第二天，麦克打算把新完成的手稿寄给编辑，但在准备邮寄的时候，他突然愣住了。记起对方好像是海豚酒店的员工，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。就在这时，周边的员工开始疯狂敲打墙壁。当墙壁被打破，麦克认出了那些熟悉的墙面，一切都太熟悉了。等麦克再度清醒过来，他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始终没有脱离1408号房间，刚才的一切才是真正的幻觉。麦克木然地凝视着四周的景象，忽然女儿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。他告诉麦克他觉得好冷，但麦克心知那并非他的女儿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崩溃地跪倒了。女儿问他是否仍然爱自己，麦克没犹豫，张开了双臂，紧紧拥抱着女儿，倾吐着多年的相思，发誓不再让她离开。但就在下一刻，女儿又一次在他怀中逝去，身体迅速变成了灰烬。绝望再次淹没了麦克的心灵。广播突然响起，倒计时终将迎来结束。麦克爆发了，开始四处乱扔东西，以此发泄心中的痛楚。当他精疲力竭时，倒计时也终于停止，整个房间瞬间焕然一新。麦克以为随着倒计时的结束，自己会迎来解脱，却不曾想到，倒计时的结束表示着又一次轮回的开始。此刻前台的电话打了过来，那机械般的声音告诉麦克，他有两个选项，要么反复经历这难忘的1小时，要么选择快速退房服务，结束生命。与此同时，房间开始不断变化，展现麦克的死亡场景。看来从头到尾，房间都不曾打算让麦克离开，一旦进来，就没有人能活着出去。或许意识到了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，麦克反而平静了下来。他拿起电话说，你可以让我死，但我绝不会用你的方法结束生命。电话那头的声音却告诉他，麦克的妻子5分钟后会到达这里。此刻的麦克已经做出了他的选择，可能连同自己，这里的一切都只是幻觉。倘若自己真的死亡，他一定要把这个灵异的房间拉下水。麦克点燃酒瓶，扔向房间，屋内瞬间燃起熊熊大火。麦克抽起香烟，安静地凝视这一切。随着房间的爆炸，楼下的人被警方疏散。麦克最后望着房间说，作为一个名惊悚小说作者，他承认这房间的确挺有水平，但对于普通人而言，这房间简直就是肮脏与邪恶。伴随着1408号房最终化为虚无，这部电影也跟着画上句号。自始至终，真正让人绝望的并不是死亡本身，而是连一丝救赎的希望都没有。还好，麦克最终用自己的方式找到了救赎。葬礼过后，经理得到了麦克的遗物，他将录音机打开，却听到了
发觉的。